一片祥和的小镇上竟发生一起命案，死者是一对夫妻，在熟睡中被人乱刀砍死，尸体被套在麻袋中惨不忍睹。隔壁的房间摆着一个巨型鸟窝，仿佛进行过某种招魂仪式。奇怪的是，凶手杀人后并没有离开，而是一脸淡定地坐在院子里。这时警员钟九来到了案发现场，发现男人皮肤发青，身上还长满脓疮，好像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。就在他一脸疑惑时，无意间看到屋檐下挂着一串金鱼草，一颗颗种子像骷髅一样让人不寒而栗。直觉告诉钟九，这起谋杀案似乎并不简单。回到警局后，同事给他讲起另一个恐怖传闻：前段时间有个农夫上山打猎，准备返回时不小心滚下山坡，醒来后竟看到一个全身赤裸的老头，像丧尸一样啃食地上的野兽。男人被吓坏了，蜷缩在石头下瑟瑟发抖。可当他再看去时，老头却消失不见。下一秒，背后传来咣咣咣的声响。从那以后，村子里就不断发生怪事。同事怀疑这些诡异的谋杀案应该和他有关，但很快就被啪啪打脸。因为检测报告显示，杀人犯之所以发疯，是因为吃了毒蘑菇产生了幻觉。就在两人交谈时，警局里的灯光突然熄灭，下一秒玻璃上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影。钟九被吓尿了，躲在桌子下发出阵阵惨叫。可当同事出门查看后，却发现外面空无一人。从那以后，钟九每天都会被噩梦惊醒，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，这让老婆很是恼火，强行拽着他到车上加班。不料刚进行到一半，突然被女儿打断。为了让女儿保守秘密，钟九特意给她买了堆零食和一个粉色发卡。原来女儿早就知道他经常车震的事，只是一直没有揭穿而已。这天晚上，村里又发生了一起命案。钟九得知后，匆匆来到案发现场，不料刚走进院子，就遭到疯女人的袭击。好，还有同事在及时将他救了下来。殊不知那个日本佬正默默地注视着一切。回到警局后，钟九久久不能平静，独自坐在沙发上瑟瑟发抖。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刚才袭击他的疯女人，正是那天停电时看到的人影。谁知第二天一早，女人就吊死在了大树上，而且一家人已经全部遇害。树上的女人有重大嫌疑，但她真正的死因并不是上吊，而是和家人一样都是被一刀封喉。作案手法和电影开始的灭门案如出一辙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，搬开衣柜后，在下面找到一把匕首，很可能就是凶手的作案工具。离开现场后，钟九来到一家餐馆，老板是他的朋友发哥，说他曾看见日本佬在河边调戏妇女，而他就是刚刚吊死的女人。被强暴后，女人就开始发疯，每天晚上都会到村里裸奔，看到男人就要强行来一波，而且浑身就长满了脓疮，见人就抓，怀疑这些命案和那个日本佬有关。为了弄清此事，钟九让同事去村里的诊所调查，看看有没有疯女人和朴炳旭的就诊记录。这时一个诡异女孩出现，不断向他脚下扔石头，无论钟九怎么劝阻都无济于事。随后一脸呆滞地走到他面前，说他亲眼目睹了整个凶杀案的过程，日本人就是恶魔，杀死阿姨后还吸干了他血液，还表示如果经常遇到那个日本老头，说明他已经被标记，很快就会厄运缠身。钟九听后被吓得菊花一紧，赶紧给同事打去电话，表示他找到了目击证人。可当他挂断电话后，女孩却不见，钟九急忙四处寻找，结果却在竹林看到恐怖的一幕。钟九被吓坏了，发出凄惨的叫声，不料刚来到院子就被老头扑倒在地。下一秒钟，九从梦中惊醒。自从听到老头的诡异传闻后，他的身体更是一天不如一天。老婆也不再强求精神上的快感。为了查出日本佬的真实身份，钟九和同事找到之前的农户，决定到山上一探究竟。没想到真的看到那具严重腐烂的尸体，男人瞬间被吓破了胆，向他们指出老人的住所后，转身就往回跑。结果没跑两步，突然被一道闪电击中。幸运的是，由于猎户每天吃大补丸，进行简单包扎后并没有生命危险。这时一名护士突然大叫起来，原来是之前的杀人犯病情发作，像恶魔一样在床上不停抽搐，而且身上的脓疮比之前更加严重。下一秒突然扭断脖子暴毙而亡，这让钟九更加确定村里的命案肯定和日本佬有关。就当两人在餐厅吃饭时，无意间发现陪酒女的脖子上也出现了脓疮，似乎整个小镇都遭到了死亡诅咒。而更恐怖的是，刚回家就听到房间传来一阵惨叫，进屋后发现女儿像中邪一样全身抽搐起来，说有个白衣女人总是想闯进来。第二天女儿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一样开始暴饮暴食，奶奶怀疑她撞上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决定找个巫师进行驱邪。第二天钟九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一名祭祀，他曾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，现在在教堂是神父的得力助手。但钟九并没有带他给女儿驱邪，而是把他带到山上日本佬的住所。遗憾的是老头并不在家，只有一条黑狗看家护院。进屋后，钟九开始寻找线索，在桌上发现一本鸟类杂志和一本学习资料。与此同时，大壮走进一间密室，在里面发现一个祭坛，而且墙上还贴满了死者的照片。祭坛下方是一颗恐怖的黑羊头，在圣经中，黑羊象征着不祥之物，是邪神黑煞的化身。很明显，这里就是所有诅咒的源头。这时，外面的黑狗越来越暴躁，挣脱铁链后向钟九发起进攻。两人被吓坏了，急忙躲回屋里。
就在两人不知所措时，日本佬返了回来，并重新拴好了小黑。面对3个闯入者，日本佬一句话也没说，用邪恶的眼神注视着两人。逃出魔窟后，大壮就像被鬼附身一样变得神情呆滞，表示日本佬就是杀人凶手，而且受害者不止一个。随后拿出一只白色帆布鞋交给中九，中九看到后瞬间傻了眼，因为这正是他女儿的鞋子。看来女儿也成了对方的目标。回到家后，中九径直冲进女儿房间，问她是不是见过那个日本老头。没想到女儿突然性情大变，开始对他大吼大叫。中九意识到不对劲，趁女儿睡着后偷偷翻开她的笔记，居然在里面发现各种诡异涂鸦，而且身上也开始出现和那些死者一样的脓疮。下一秒，女儿突然惊醒，对中九开始口吐芬芳。母亲再次劝他赶紧给孙女驱邪，不然全家人都会遭殃。可中九认为作为一名警察，连自己家人都保护不了，还当什么人民英雄？第二天带着巫师气势汹汹地来到日本老家，当着老头的面走进密室，结果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。原来照片已经被老头全部烧掉。看着证据被销毁，中九彻底暴怒，冲进房间将祭坛砸了个稀碎。就在他发泄时，黑狗再次挣脱铁链，像野兽一般冲进房间。为了拯救女儿，中九不再惧怕，爆发出战神之力，将黑狗当场虐杀，然后满身是血的走出房间，警告老头3天之内必须离开古城。老头依旧没说话，一脸淡定地看着一切。这时天空上出现大量乌鸦，在树梢上还呈现出一个倒十字，暗示着恐怖事情即将发生。另一边，妻子带女儿检查了身上的脓疮，结果却没找到任何原因。第二天，家门口出现一只吊死的黑山羊。中九听到尖叫声，本想上前查看，可身体却像中邪一样毫无力气。妻子见状，急忙把他送去医院进行治疗，女儿则被放到邻居奶奶家暂时看管。眼看家里不断发现怪事，母亲决定明天就找巫师进行驱邪，让中九提前准备好马内。这时中九发现女儿不在身边，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当3人赶回家后，却发现老奶奶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，女儿手握剪刀，颤抖地蹲在角落。眼看女儿的情况越来越糟，中九也只好按照母亲的吩咐，让巫师前来驱邪。巫师刚走进院子，就感觉到一股煞气，立即吹着口哨四处寻找起来，很快将目光锁定到不远处的腌菜坛子上，砸碎坛子后，竟在里面发现一只黑乌鸦。巫师见状，立即开坛做法，为女孩进行驱邪。法事结束后，女儿终于安静下来。巫师表示这是他遇到最厉害的鬼，怀疑中九招惹了什么东西。无奈之下，中九只好将日本人的事说了出来。这时巫师表示那根本不是人，而是鬼，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，整个小镇将会遭遇灭顶之灾。明天晚上他会安排一场神祭进行驱邪，让中九准备好1000万现金。中九听后很是不解，问他恶魔为什么会折磨自己的女儿，而且老头明明是个大活人，怎么会是鬼呢？巫师听后向他解释道，你钓鱼的时候怎么会知道自己钓到什么鱼？他只是扔出了一个诱饵，不幸被你女儿咬中。这时中九突然想起之前和女儿在河边闲聊时，正好看到老头在对面钓鱼，从那一刻起他就盯上了女儿。至于日本人为什么会是鬼，中九也没听懂，大概意思是老头是附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恶魔。第二天，村里又发生一起灭门惨案，一个叫朴春培的男人中邪后杀死了全家，作案手法和前2起案件如出一辙。另一边，日本佬有所察觉后，在树林找到朴春培的尸体，立马拍下照片放到祭坛中央，然后到镇上买来几只黑公鸡。当夜幕降临后，立即开坛做法。与此同时，巫师这边也开始为女孩驱邪，仿佛2个大师在隔空斗法，有种无形的能量在他们之间相互碰撞。女孩在咒语的作用下不停抽搐，当巫师在木桩上敲入钢钉时，女孩相同的部位也会感觉到刺骨的疼痛。另一边，日本佬也遭到了重创，在地上痛苦爬行，随着钢钉一根根落下，年幼的女孩终于熬不住了，在地上痛苦嚎叫，祈求父亲救救自己。中九实在不忍心看着女儿受苦，冲出房间后强行阻止了这场法事。与此同时，日本佬也终于醒了过来。下一秒，那个神秘女孩突然出现在门口，日本佬看到后露出一脸惊慌的表情。中九把女儿送到医院后，看着她诡异的造型也是束手无策，决定用物理驱魔将日本佬彻底消灭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巫师所说的恶魔。可当他带人赶到时，日本佬早就逃之夭夭。紧接着看到死去的朴春培如同丧尸一样向他们缓缓靠近，看到如此可怕的生物，几人被当场吓尿，傻傻的愣在原地。下一秒，一把抱住小帅，将脸皮活生生的扯了下来。几人见状赶紧上前帮忙，结果发现这些物理攻击根本伤不到他，就算被钉耙刺穿脑袋都无济于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男人突然暴毙而亡，这一幕让中九只感后背发凉。如果不及时消灭日本人，女儿也会像他们一样暴毙而亡。这时朋友正好看到在一旁偷窥的日本佬，
几人见状急忙追了过去，经历一场惊险刺激的逃亡后，老头被逼到一处悬崖边无路可走。可当钟九追上来后，却发现老头消失不见，其实他正躲在峭壁下瑟瑟下抖，结果脚下一滑掉下了悬崖，但为了活命，他只能强忍疼痛不敢发出任何声响，最后凭借强大的求生欲逃过一劫。这时那个神秘女孩再次出现，在远处默默地注视着一切。就当他们带着失落的心情准备返回时，一不留神发生了车祸。可当几人下车查看时，发现刚才撞到的正是他们要找的日本佬。看着眼前的恶魔，几人果断把尸体扔下了悬崖。殊不知神秘女正在山上注视着一切，看来是她在背后鼎力相助，才将日本佬彻底铲除。随后钟九来到医院，发现女儿已经恢复正常，看来物理驱魔才是最有效的办法。可事情真的会这么结束吗？没过多久，小镇上又发生一起命案，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之前进入密室的大壮。原来女孩的诅咒并被成功驱除，而是转移到了大壮身后，被邪灵吞噬后杀光了所有家人，两眼无神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恐怖。巫师察觉到异常后，急忙给钟九打去电话，表示他之前看错了卦象，日本佬并不是真正的恶魔，而是在暗中拯救村民的巫师。刚才在他家附近看到一个神秘女孩，只是被对方看了一眼就开始口吐鲜血，所以神秘女才是所有命案的罪魁祸首。可他的法力根本无法与对方抗衡，现在正准备连夜逃出古城。钟九听后发现他所描述的正是之前向他扔石子的女孩。为了验证巫师的所说的话，钟九急忙返回家中，结果发现女儿真的消失不见。当他跑出去寻找时，发现神秘女孩早就在门外等候多时。女孩告诉他，你的女儿不久后会自己回家，但你现在绝对不能回去，否则全家人都会死。这一切都是日本佬的阴谋，回去的话正好中了对方的圈套，而且日本佬是个恶魔，根本死不了。之前看到的红眼恶魔就是他的真身，现在他已经在门口布好陷阱，就等着对方上钩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女儿真的回家了，但她变得比之前更加恐怖。回家后又开始暴饮暴食。与此同时，祭祀小帅为了给叔叔报仇，拿着镰刀独自来到日本佬的住所，無意间在里面发现一条隧道，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发现日本佬果然藏在里面。違う！お前が今悪魔じゃないと言って。誰がお前を何もせず行かせると。另一边，钟九和神秘女交谈时，再次接到巫师的电话，劝他千万不要被女人迷惑，赶紧回家救你的女儿。女孩听到两人的谈话后，警告钟九不要回家。其实巫师是日本佬的帮凶，目的都是为了让你灭门。如果恶魔触发陷阱，机会鸣叫3声，忍到第3声后，一切将会万事大吉。面对家人的生死，钟九陷入两难，不知该如何选择。当剩下最后一声鸡叫时，钟九实在忍不住了，转身就往回跑。下一秒，突然被女孩一把抓住，女孩冰冷的手让钟九害怕不已。紧接着，在他背后看到女我的发卡，而且身上穿的正是陪酒女的衣服，显然她才是真正的恶魔。最后，钟九头也不回的跑回家中。进入大门的瞬间，挂在门口的金鱼草瞬间枯萎，说明女孩布下的陷阱已被成功破坏。当钟九进入房间后，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崩溃，一家人全都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女儿手提尖刀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神秘女孩失落地蹲在原地，因没能阻止这场杀戮而感到痛苦和绝望。此时山洞里的小帅还在和日本佬谈判，问他是不是真正的恶魔。这时老头露出手上的圣痕，用路加福音第24章节的话回应道，灵魂是无骨无肉的，你看我的手和脚是真实存在的。随后老头拿起相机给小帅拍下人生中最后一张照片，然后现出恶魔真身，露出一脸邪笑。电影最后，天空下起了小雨，巫师再次来到钟九家，拍下一家人惨死的照片。此时小女孩失魂落魄地坐在门口，和电影开始那个杀人犯的状态简直一模一样。就当巫师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时，后备箱的盒子却意外掉了下来，里面全是那些受害者的照片。看来神秘女说的没错，巫师果然是恶魔的同党，两人相互配合，在小镇上制造各种灭门惨案。之所以拍下这些照片，只是为了镇住那些冤死的灵魂，甚至还能利用邪术把他们变成行尸走肉。两人同时做法的片段并非斗法，而是导演利用剪辑手法对观众撒下的障眼法。日本佬之所以遭到重创，是因为神秘女在背后阻拦，而她的真实身份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亡魂，所以钟九触碰到她的手时才会感觉到冰冷。其实细心的小伙伴早就发现，她每次出现在钟九面前都会穿着死人的衣服，因为正常人无法看到亡魂，只能利用这些媒介才能现出真身。每起命案发生前，神秘女都会全力制止，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她，最后导致那些陷阱全部以失败告终，让恶魔完成了每一次虐杀，因此让她成为影片中最可怜的人。救赎本是一种修行，一种质朴无华的美德。
结果却没有人愿意相信他，最终导致他在多少次崩溃中无人问津。但现实中更可怕的并不是不被人信任，而是被人假装信任。如果你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，可以大胆的向我倾诉，我愿意做你最忠实的朋友。好了，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话欢迎留下您宝贵的点赞和关注，请记住末路狂欢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